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见到一些怪节异事，真可谓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界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惊喜，他们有的在科学家的意料之中，然而大部分还需要科学家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在马来西亚，曾经有一位马来少女 CD 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怪病。从2006年10月开始，她的左脚拇指下方的皮肤竟先后排出了100多颗色彩斑斓水晶般的石粒，而在2007年1月19日突出的一批石粒中，最大的2颗甚至有弹珠那么大。到底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居住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时年23岁的少女 CD 苏汉娜，于2006年10月，她开始患上了这种怪病。当时她左脚拇指逐渐出现疼痛感和肿胀的现象，随后她发现脚趾竟然冒出了一粒白色的小珠子。起初 CD 和家人得知后都感到怪异，但没有多加理会。然而过了1个月后，在相同的伤口中，居然又再次冒出了5颗看似透明圆形的晶体，以及2颗绿色珠子。从那之后，每相隔几天，石珠就会不定时的从 CD 的脚趾甲下方冒出来。据称从 CD 脚冒出的石珠颜色可说是色彩缤纷，形状酷似水晶般的石粒，而且多半是在白天的时候排出，偶尔也会在他睡觉的时候排出。然而来到2007年1月19日这一天，大量形似透明的石珠从 CD 的脚趾甲下方冒出，一直到第2天时，石珠的数量已经多达100多颗哦。而其中最大的2颗竟然有弹珠般那么大，颜色分别是青色和乳白色，另外还有几颗呢，则是长形状的碎片。根据 CD 表示，每次排出这个石珠前的10分钟，他就会感到浑身难受。他说，每次要冒出这个珠子时，我都觉得很不舒服，恶心、呕吐，而且牙齿也会非常疼痛。但那时我无法顾虑那么多，只是想水晶石快点出来。然而每当珠子冒出来时，伤口没有脓，也不会流血，除非珠子很大颗才会有血丝。但他就是会觉得很累、虚弱，身体甚至会感觉有一点发烧。CD 的母亲看到女儿每次排出水晶石后呢，脚趾甲下的皮肤就会裂开，这样的状况让她感到十分心疼，无奈只能等到水晶石排出后 ，CD 的皮肤伤口才会自动愈合。所以脚趾冒水晶并不是什么会令人羡慕的事情哦。在1月22日这天 ，CD 脚趾冒水晶的怪病事件经过电视台播出后 ，CD 很快成为焦点，并且引起了大马人民的高度关注与轰动。几天下来 ，CD 已经接到了数百多个爱好者打来的电话，并表示愿意以高价购买这些水晶石来收藏。更疯狂的是，许多民众每天从清晨7时就开始结伴到他家，为的就是亲眼一睹那些水晶石从他的左脚拇指冒出来的奇观。然而，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失望而归，因为他们并没有如愿看到水晶石从 CD 的脚拇指冒出来。CD 则声称，他也不知道脚趾什么时候会冒出水晶，或者是否还会再冒出水晶。不过 CD 母亲表示，她从来没有想过靠女儿的水晶石发财，她只希望女儿的怪病能尽快根治。她多次说道，人们只是想知道水晶石怎么从我女儿的脚趾长出来，但我们不是为了钱财和名利，我们只希望有人能给予帮助，去研究以及医治我女儿的怪病。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当时马六甲政府已经承诺会负担 CD 的一切医药费。福利部的官员也表示，由于这个是异常的个案，并且引起社会公众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将会帮助 CD 负担他的一切治疗费用。
根据透露呢，有关医学专家至今为止仍然无法解释 CD 到底得的是什么毛病。在经过 X 光检查后，也并未发现 CD 的身体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有人推测啊 ，CD 可能是患了这个痛风，导致关节或者是皮下组织产生结石。但根据国民大学医学院的沙博士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女性痛风患者多数是停经后的中老年妇女 ，CD 还如此年轻，痛风的几率呢是非常低的。与此同时，也有医学专家强烈质疑，这一切很可能只是个骗局。根据医药大学人类生物系教授的表示啊 ，CD 的异能从生物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虽然脚趾能长出骨，但骨不会这样掉出来。然而，人体啊确实会长出石块，比如肾脏和胆囊的钙石啊。有时胆结石吸收了胆囊的颜色后呢，便会形成看似是钻石还有宝石的样子。但脚趾能长出石块，这听起来就像是都市传说啊。然而天底下有很多超自然现象是无法解释的。接下来小南再和大家分享另外2件诡异的事。有着睡翁之称的李志明是中国内江市红星村的一个普通居民。因为他的睡眠方式很特殊，因此他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名人，更是引起不少慕名而来的探秘者。出生于1936年的李志明，年轻时身体并无异样，一直到1972年，他睡眠开始出现了异常，瞌睡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天的睡眠时间从6、7个小时达到了8、9个小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症状愈发严重。1981年，45岁的李志明睡一觉就要用1、2个月的时间，不睡觉时又可以保持1、2个月清醒。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89年，时年53岁的李志明除了起床、吃饭、上厕所之外，他一口气睡了半年之久哦。李志明独特的睡眠方式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家人四处求医问药，也没有任何收获和突破。但他的身体经过检查后，也没有出现健康问题，甚至连感冒也不轻易患。然而，当他长时间睡不着时，他也会不停地到处闲逛，因此他走遍了内江各个城镇。不过，对于李志明而言最骄傲的则是他连续走了5天5夜，从内江步行到峨眉。孙女认为爷爷李志明的睡眠情况或许和情绪有关，因为每年春节前后和家人团聚时呢，爷爷就会因为兴奋长时间睡不着觉。但有次呢，李志明的兄弟去世，他将近10天没有睡觉，所以孙女猜测是因为受到刺激的缘故。另一方面呢，神经内科医生对于李志明的怪异情况表示，他的大脑功能紊乱和睡眠周期失调可能是主要原因。不过情况如此严重的还真是头一次遇到。有句话说，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而我们也一直坚信着每个人是不同的，不存在与自己无关，但性格、容貌却与自己极其相似的人。但事实上这些长相相似而且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长着与自己相似的人确实存在的，这也是世界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然而，专家们相信，这个与自己生活在地球上、酷似自己的人，他叫做守护天使。但科学证明孩子和父母长得不像的情况呢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基因排列组合的造成方式千变万化。历史上记载罗马的皇帝马克西明和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希特勒长得非常相似，而且2人都是残忍的暴君。马克西明是因为他的军队反叛后杀害了他，而希特勒则是在最后自尽身亡。有位遗传学者尼古拉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想探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对极其相似的人。他试过研究如何挑选分配不同的基因物质，并且研究如何使人体内的隐性基因苏醒。
尼古拉认为，这些长相相似的人他们的基因组成也基本相同。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个研究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知道大家对于以上奇妙而又诡异的事件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 CD 的脚拇指冒出水晶石是真是假？又或者你还听说过更怪异的事情？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现在呢，我刚下班，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塞车哦。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少出门啦，要戴好口罩。即使有事情要出门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好的，唠叨完，说回正事，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悬案影片，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所以呢，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